安大家，我是 Sean，这是我第一次的追星啊。总结来说，说成功还算成功，那说失败的话，也还算是蛮失败的。那主要我发现网络上的攻略其实并不是很多。我是来之前的时候有找过一次，那来到这里的话，发现好像东西蛮缺的。就是我找的资料的话，跟我想中的那个差距其实蛮大的，之后后来是边追边找，才算是稍微补齐一点点。那当然啦，整个边追边找过程之中，算是已经有点为时已晚了。那这个的话，可以等我稍后娓娓道来。那首先我就说一下我这次来韩国的目的，就是为了 The Starfake Hunt 的回归。那 The Starfake 在2月17号首发了回归的消息，这时候我就大概先有算一下每个打歌节目是在礼拜几，就大概有先预定了一下行程。那时间上尽管是蛮大概的，但是我也就直接下定了机票跟住宿。但紧接着而来的话，就是我到我的第一个败笔。那首先 Showcase 的抽签，它的公告公布的时候在2月21号，在2月24号的时候完成抽签。那第一次的抽签的话，你只要是有的 Selfing Weavers 的会员都可以抽。那想当然尔的话，我是没有抽中。那然后是第二次的抽签，第二次的抽签是你在 Weavers Shot 买他的专辑，就是特点的专辑，你就可以去抽 Showcase， 好像是 Weavers 版本的任选一张就可以了。想当然尔的话，我也是，没有抽中，所以我唯二的这个 Showcase 这个机会全部共估。这个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这个部分啦。那我是还蛮好奇抽到的 Piona 们到底是运气很好，还是就是氪金氪够多？这个的话，我还蛮好奇的。那如果氪金的话，氪金当然不是问题嘛。那如果不太想要太早到韩国，你可以等到这个 Showcase 的日期，就是大概这样。这次回顾的话是3月7号 Showcase 公布之后，再决定你想要跑的行程跟到韩的日期。这样的话，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讲，可能请假会比较方便。那学生的话，也就是一样了。好，接下来进入是打歌的环节。那我现在统整一下这次 The Starfake 去过的舞台。那首先是周五的 KBS， 周六的 MBC， 周日的 SBS 跟周四的 Mnet。这些日期的话，星期几的话，原则上是不会做变动的。那就可以依照这个去排你到韩国的日期。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各电视台的心得啊，就是那我先说我都没有抽中，所以我的心得是，你是路人粉，或者是说你是像我一样运气很差的 Piona， 那你就可以去外面晃晃，有这个心得哦，不是进去看的心得，我也没有这个心得。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参加放送的相关条件，这个还蛮重要的。如果真的要抽的话，这个来认真听。那如果你要追团的这个放送，那你就要注意相关的放送公告。那像 The Starfake 的话是在 Weavers 上，那它就会有很多的放送公告。这个部分的话，都是你可以在 Weavers 直接那边公告找到的。这里的话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现场查核的项目。在正式回归且音源公开之后的每一次放送，以这次为例的话，就是3月14号。那会需要检查的是 Melon， 额外增加的一个部分是要检查 Melon 的音源证明。那这个证明要获得的话，仅能实名制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你有 Kakao 的账号或 Melon 的账号可能都没有用。像我的话也是有 Melon 的账号，那只是说我没有完成在韩国的实名制。它进去一个页面，就是说你要好，我现在是做 MBC 的这个申请，但是刚刚细看一下，发现说它需要这个 Melon 的这个音乐的下载，专辑下载。那这边的话是有，我已经刚前10万登录这个 Melon， 用那个Kakao的账号。只是他现在点进去之后，发现他好像说我还是没办法。资格不符，奇怪了。好，这样的话，手刀去下单其他的东西，发现是要在这边买这个 Lucky Draw， 他说要买一个套装或者是3张的随机，所以我就买这个，台币刷下去大概1900，刷上去之后再去他的这个刚刚的这个通知
点进，没是按错。这个通知点进去又按错了，通知点进去，现在就已经是可以去做申请了，就是这样。然后现在的话是要等，应该是12点。12点的时候回归，这时候专辑应该就可以买了。现在看一下，这个是之前的一些专辑 Crazy 的这个日文版，点进去这个下载的时候就可以有。这里的话，一首歌是700韩元。这样是他说要买全专3500。哦，是这里，按错了。这边的话就是要。现在卡一关，就是这个 Melon 的这个确认姓名。他在要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出现这边一个身份验证，可是他的选择只有手机，手机得是韩国的手机。他另外的几种方式是这个是银行，就是说外国人的话几乎是无法完成，但现场列印的话，他现场是检查纸本。检查纸本就是说，你可以去找一些代办，他可以帮你，当然一样是要买音源，你可能找代办帮你买音源，下载下来之后，他给你一个证明，然后你把它印出来。至于那个实名制怎么弄的话，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看有人分享的是说，有些人买比较便宜的，他以为是帮他弄账号，但其实是 P 图。那这个没有音源证明的话，我后来几个时间点比较尴尬的这些放送我也没有去抽，所以我也是没有抽中。对，那以本次回归为例的话，3月14号回归，那仅仅只有3月7号的 KBS Music Bank 以及3月14号的 KBS Music Bank 这2个是不会看这个音源证明的。到目前为止都有看这个音源证明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好，快闪店。那这次的话的3月回归，在3月14号到23号的时候，在圣水洞那边会有快闪店。它的开店时间是11点，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这边非常建议就是开店，你去赌开店当下的那个时候进去。像我去了2次。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下午2点40几分的时候去，他在门口会你要填，外国的话你要填你的信箱、你的 mail。然后他就会寄送到你的信箱里面，跟你说你前面要排多少个人。对，那我看的时候，哇，要排100多个人，最后我是等了1个多小时才去。但虽然期间我也去了一下 Mix 的快闪店，但是我还是在路边大概住了20分钟。好的，现在去完了那边快闪店回来啦。这张呢，他们 DM 他卖很多东西，不过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卖完了。像是我这个本来是有买，这个是拍立得小卡跟一般的小卡，后来拍立得没了，然后这个的话也没了。本来还想买的是那个钥匙圈跟一个徽章，都没了，很可惜。所以最后是买了小卡，买了3包，它每个还有限量，然后超过5万块以上可以抽一张。然后今天的话是开幕的第1天。但是它每天限量的关系，所以其实下午去就差不多没了。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我等候的号码。我在刚排到的时候看，大概是有100多个人，排了整整是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排的过程之中的话 ，Mix 的快闪店也在附近，可以看一下，还有卖这个软糖，5包是1万2韩元，然后送一个小卡，那个是机务的小卡。那5包1万韩元，刚刚看台币这样换算大概是300块台币，算得上是蛮便宜的。所以我后来又去了第2次。第2次的话，我觉得赌开店前的时候去，我大概10点45分的时候到。那前面其实大概排了大概7、8个人，也不算特别多。他也就是他开店的时候，我大概可能11点2、3分的时候我就进去了。基本上你等候的时间很少。另外就是说，它的货源基本上全部都有。对，然后快闪店的话，这边要补充的就是我第2次去的时候，3月18号那天我要离开的时候，要来到圣水洞，我就说我不信这个邪了，开门再来买一次，这就买了一堆，买7000多块钱。刚才那边看好像 The Zeppelin 跟 Overwatch 的活动有个场地，
不知道什么状况，该不会等一下他们会来吧？我现在离开会傻眼。当下的话，我其实买完东西我就已经想要离开了，我就直接往赤门洞的那个地铁站走，就走到一半，就是他那边忽然间出现了一个就是那个 Overwatch 2跟 The Sapling 的合作的一个场地，我想我是有来过这个地方的，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对，而且主要一个是他们保镖其实蛮好认，就是太多那种穿西装的那种魁梧的大汉，我想怪怪哦，所以后来留下来，我在那边留到了12点半，他们大概在12点的前后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有来，我那时候拍到他们背。은채야, 지아야, 윤진아. 他们那时候应该是为了要赶那个直播，他们其实直播预定时间是12点，后来是12点半的时候正式开始那个 Overwatch 的相关内容直播。那在期间的话，我就是到了旁边的咖啡店去做休息。我们很冷，那天3月18号，赤门洞还下雪，我整个车里面冻到一块湿温。跑到旁边的咖啡厅休息之后，我就边看他们直播，边等他们出来。那后来的话，直播结束之后，我就直接到那个圈里面去等。那等了大概10几20分钟，他们就出来了，然后还拿着他们那个 Vlog 机，所以应该之后的话会看到他们相关的这个物料。因为他们离那个快闪店的话，就真的就可能50公尺，非常的近。他们就直接从那个 Overwatch 场地的话，直接就走到快闪店，哇，那个人潮大迁徙啊！不止。 같이 따라와줘. 자, 조금 이따 건너가실게요. 조금 이따가. 건너가실게요. 快闪店的话，这个算是意外的一个收获，算是一个半公开的行程，就这样被我堵到，那真的距离超近的。这应该算是一个挂布吧。然后钥匙圈买2个，这也是一开始去的时候卖完的东西。那我说这个不错，那既然要挂的话，那就要一个保存下来，一个拿去挂，买2个。那个是拍立得，一个人限购5包，那我就直接给他怒买5包。这个也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卖完的。贴纸我好像也是一个人买最多2个的样子，还是几个忘了。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没有了，所以我也直接买2个。徽章也是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没有，所以也是买2个。然后这个的话好像是放在手机后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哦。然后这个就是火鸡面的送的，这个也是送的明信片。这个第1张是 Sakura 的，这个是侯云锦的，这个是满5万元可以抽1张小卡，手还蛮运气蛮不好的，就手在那抓，就一抓刚好6张，结果居然那么多张重复。这张我记得好像跟第一次拿的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所有的明细啦，总共价格是30万9千元。刚刚看手机跳出来的，我是刷信用卡7000多。然后这个的话是
所有买的东西，你买了5个、1个、2个、1个、2个，但是配上第一次已经有买的就是迷你卡包，然后是买了3包，以及那个卡册。其他的好像第一次去买东西真的非常少，应该说能买东西也不多。真的建议是要去快闪店的话一定要早上就去，也不用排队。像上次去的时候是2点，上次去的时候2点，11点开，我2点去的时候很多要等100多个人，等了1个小时才进。然后这些东西像就刚刚说的嘛，拍立得，这个连这个也都没有，贴纸我记得也是没有的，所以一堆东西都没有，这个好像也没有，所以好吧，就是人既然都在韩国了，那就早点去吧。啊，刚刚从樱花的深咖回来了，琳琅满目，全部都是应援物，哇，超赞的。还有些是免费拿的，我已经不知道那边是给人开好几家，因为我是。未来韩国追星的话呢，你可以载这个 app， 它就会告诉你说哪边有应援物啊、追星还有广告啊，像这个刚刚的话龙山 Hype 旁边，这边的话就是连的是好几家，像这个的话就是广告，还有计程车，等候在那边的，这里的话就全部都是应援，刚刚在那边拿的啊，弘大这边也有一家应援。比较特别的是，它是跟花店合作的。弘大这边拿的话是这个，你刚最母海咖啡，点一杯之后，他居然送一朵花，然后他送了一个应援物，居然是上次巡演的时候的东西。哇，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剩下的就都是在Hype那边拿的。看这个杯套，哇塞，琳琅满目。以前在台北的话也有跑深咖，不过之前常跑那家关了，所以就很久没有去了。哇，现在这样子，韩国的真的超赞。这边的话，这个明信片跟这个吊饰是在其中一家，好像是中国那边的站姐办的，还有那一个可以抽，抽了5抽的话拿到的就是这8张跟这个。好像都是一些基本奖，但是也没关系了。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不同站了，我其实拿到一点就分不太清楚了，这有些还没有拆开，等到台湾的拆开，就乱掉。这边也是，哇，这个真的分量都很够。还有一个是直接送的纸袋，超好看。这还有个气球呢，很多小卡，哇，这个质感都很好啊。还有这种的，对。店哦哟，这是某一家可以免费拿的，这几个好像都是可以免费拿的。这个也是，这个因为像小卡套那种也是免费拿，超赞。我本来想说这个会不会去很多家咖啡店之后拿一堆饮料，不过他们的饮料包装的特别好，哇，那个奶茶就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像这一种，就是这种瓶装的，这个的话超特别的。还有像哦哟，这种瓶装的饮料的话是特别的好的哦。那为什么会说那个瓶装饮料特别的好呢？就是因为它首先马上你不用拆开，你直接可以外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韩国这边的大众运输啊，你搭公车的话，这种杯子是不能上去的。对，它一般都是要有封膜的杯子的话，你才可以搭公车。那捷运地铁的话，好像就没有管那么多。所以公车的话就是这种杯子不能搭，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所以他们这个地方用的很多都是这种塑胶的这种杯子，就特别的好啊。那么用这种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提一个袋子。还好我有多拿一个塑料袋去装，不然真的是完全装不下。好，那今天的深咖日的话，大概就到这边了。也去的也还蛮快，因为他们全部都连在一起，基本上只是要拿应援物的话，逛得很快。当然，它里面的布置也很漂亮，真的是感谢各位大大。好，现在的话是要来说 KBS。KBS 是追上下班路最好的地方。那我根据找到的资料，如果你那组艺人是预录了上班大概早上7点的时候去，
那他如果是参与直播，就是没有预录的话，大概是下午2点左右。那它的地点在9号线的国会议事堂的附近，还蛮近的。如果你要追下班，大概抓4点半左右到，或者是5点。其实我那时候4点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潮了，大家都开始在卡位，所以大概4、5点左右前往的话刚刚好。就是那边的话，你找厕所比较麻烦，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比较尴尬。他的厕所在对接，所以推荐的话是2个人以上前往会好一点点。那艺人出来的时间大概就是在直播结束之后，大概6点半左右，艺人会陆续出场。都会想在那里走，基本上都不能在。那基本上艺人至多应该到7点半，应该就会都出来了。只是说你这个卡位还蛮尴尬的，因为他那边的抓其实还蛮窄的。那如果你是他有个栏杆嘛，铁栏杆，如果你是卡在前面的话，前排嘛，你会觉得位置好像很好，视野好像很不错。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被他的座车给挡住。他那个座车就是那种箱型车，有些还是保姆车，就是上面还有那种更高的那种保姆车。那你在前排的话，反而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你在中后排会反而好一点点。它最后排的话是一个花圃，一个大概可能就10几20公分的一个阶梯，在那边的话，你的手要拉很高，我那时候是拉这么高去拍的。那照理来说应该是不用拉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中间那排的人会拿板凳站在那边，所以他的头还比你高，你就只能这样子拍。所以这卡位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像你凳子都有带的，那你可以找个比较好的花圃。对，把它立在那边，那你可以站到最好的、最高的视野。像我在那花圃上，还被中间后来到人卡，这个就还蛮尴尬的。所以 KBS 就是还蛮看设备的话，它也是一个门槛，就是你的摄影设备，还有就是你的身高。那相机的焦距，我觉得建议大概是200到400，差不多。那500的话，你真的，除非你带脚架，不然你用手这样举，你那个晃一下的话，可能人物的脸就消失了。所以这个的话是要特别注意的。的话是 MBC 在数位媒体城的附近。那确切的那个录制时间看一眼能观看。如果有喜欢的团体在这个时段同个时段的话再回归打歌的话，你都可以找看他的公告。因为他那边场地的话比较大，很多的广场，所以极有可能会办粉丝见面会。那像我这次就有在这边巧遇艾莉。아 보여줘. 1리터 때 보여줘. 그러니까 내가 미리 말했어. 상처받지 않게. 아, 그렇구나. 저 누구나 바보라는데요? 조용히 하세요. 뭐. 야, 로이스 이거 나 어때요? 다시 안 돼요. 바보다. 어떡해. 쟤는 보신 것 같은데. 자, 이거 읽어볼까요? 다 같이? 시작. 자, 한번 글리들의 소리를 듣고 판단을 해보겠습니다. 이거 너무 상처받을 것 같아.
생각이 있으셔. 아 그래요? 오 기대해. 자, 그럼 큰 소리로 함께 외쳐주세요. 자, 어떤 케이크가 제일 예쁜가요? 하나, 둘, 셋. 잠깐만요. 스탑. 아니, 글리들 모두 다 예쁘다고 해줘야죠. 난 글리들이 그럴 줄 알고 글리들은 생각이 있다고 한 마음이 거예요. 있는데. 잠깐, 가장 먼저 문지르고 있어서 내가 보고 있었는데. 저도 들었어요. 아니, 나는 기대한 게 그 모두 다 예쁘다고 해줄 줄 알고 아 우리 글리들 생각 있으셔 이렇게 할 건데 아 내가 이렇게 밑밥 깔아놨는데 아니 나도 사실 아니 유나 막 시작해서 다시 제일 대답을 잘해주셨거든요. 그러니까 그래서 없었던 걸로 할게요. 제가 아이고, 다시 할게요. 아이고. 야 우리 영업 막아봐야겠다 야. 하이튼 때는 나 이거 영업 접어야겠다 야. 아, 잠깐만. 영업하고 우리. 잠깐 접어야겠다 야. 잠깐만. 괜찮아요? 괜찮죠? 이게 약간 먼지 빠르면 들어가기는 괜찮아. 앞머리 정리하고 있는데. 아, 잠깐만. 자, 다시 해볼게요. 네. 자, 우리 글리들. 그러면은 우리가 이제 누가 제일 잘 만들었는지 정해볼 건데요. 우리 글리들 한 마음 한 뜻으로다가 크게 말씀해 주셔야 돼요. 자, 하나, 둘, 셋. 이렇게 열리시네요. 성장하는 역시 우리 글리. 역시 우리 감사합니다. 제가 우리 아무 말도 안 했는데. 그러니까요. 진짜. 어떻게 한 마음 한 뜻으로다가 멋진 똑같은 대답을 멋지고 다 같이 해주는데. 같은 말. 이제 뭐 해볼까요? 왜 나한테 줬어요? 그럼 지금까지 알려주셨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한번에 이렇게 쫙 돌시다. 아니 추운 바닥에서 이거 이제 방송 있어요? 깔아주시죠. 다행이다. 오랜만에 보는 얼굴도 많고. 쭈쭈. 추울 거. 这是巧遇艾迪真的是超级赞，他们其实真的很近，但是我觉得建议的拍摄焦段可能要到300以上，300到500。我刚好我是200在开裁切，300的话其实已经有点小远了。像见面会 Easy 的椰子也在，好像是我刚到的时候就结束，那时候我刚到的时候是大家都在撤场，有点小可惜啊。反正 MBC 我觉得还蛮值得一去的。好，接下来是 SBS。SBS 的话在高阳站附近，那我也没有抽到，所以我只是算是去踩个点。它的附近没什么空地，就是它的频道其实也还蛮窄的。然后这次的话，像 The Zeppelin Hut， 它的录制时间在凌晨。我不晓得其他组艺人状况是怎么样，但像是这样的情况，基本上你没抽到就不用特别前来。因为像下班路看网络上的分享，可能也就只是坐在车上摇个窗打个招呼。那他如果刚好也没有摇窗的话，你白来要白等了。刚好 SBS 高阳站还比较远，它就在金浦机场的路上，所以你如果你知道打卡踩点，就飞金浦的时候路过看一下也就可以了，不特别来。Mnet 的话在数位媒体城的附近。那我当天是换住宿的关系，我从弘大往东大门去住，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了。结果 The Zeppelin 有举办小型见面会啊，隐恨。但比较可惜的是，它的公告它有公告，可是它的更新上那一段话说它会在某某时间举办见面会的时间话，现在大概可能就是接近举办的时间了，所以很可惜哦。主要它的录制时间很早。也是在大概清晨，所以他的见面会时间是在早上的8、9点的时候，没追到的话还蛮可惜的。像 Mnet 的话，其实跟MBC 其实就紧邻着而已，所以这两个话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追，就是来追放送，但是就算你没有抽到，你也可以到这个 MBC 或是 Mnet 这个地方来看一下。我觉得都是蛮高几率可以看到本人的，而且是在那种见面会的场合之下，他们的话也比较会有一些互动了。最后一个的话是公开签售这个的话你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日期跟时间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最早会确定的一个追星点。像本次的 Zeppelin 的话是3月14号回归，
但是他在3月3号的时候已经公告时间跟地点，这个的话需要特别注意。像我的话就是完全漏看这公告，所以我就没有跟到，我直接吐血，我直接大破防，好不好？你在3月3号的时候，它是公告时间跟地点，所以你可以以这个行程作为你参与这个回归的参加的主轴。这个的话一定会看到本人，而且像这次办的话是那种百货公司，像那种美丽华那种，中间还是会是镂空的，所以他们是办在1楼，你可以站在23楼。但相机就拿比较远，或者是拿那个3星的，就是倍数给它开最满，那也会拍到不错的照片哦。像这是我现在举了6个例子，所以他们2个公开行程，一个是那个 Mnet 的迷你见面会，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是公开签售，我2个都没有追到，那反而意外的追到了快闪店的这个半公开的行程，真的是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啦吼。好，那现在我大概汇整一下我整个推荐的一个指数啊，我最推荐的话当然是公开签售，因为你提前确认日期之后呢，你可以以这个公开签售作为你整个道函去跟着他们回归行程的一个主要行程，那就是建议上就是你要准备焦距，拍摄焦距比较远的相关器材。那第二个推荐的话是 MBC，你可以逛逛看，赌赌运气。如果你追很多团且碰巧再回归或打歌，那你可能就多看看他的公告，确认他的时间比较近的话，可他可能还更新上就是会有见面会的这个字样，那就是你在那个广场上你就可以先卡位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见到很多组的偶像，因为它很多广场会见面会的几率真的很高。第三个推荐的话是 Mnet， 那它跟 MBC 其实是差不多的概念，不过 Mnet 的录制时间好像都偏早，它的话也是蛮有机会有见面会。但它见面会的规模比较小，我看的 Surfing 的话好像也是在一个室内，这个就不太确定。反正它录制时间偏早，那如果你要赌，那你还是要早起去过去。就相较于 MBC 来讲，你那个时间弹性嘛会比较低，那就是比 MBC 的话在第一阶啦。KBS 算是跟 ML 我觉得差不多，你可以去赌它的下班路，但是下班路的话时间比较短，就是他们从大门走到他们的车的那个时间可能就几秒。那有些比较会互动的话，可能还会多挥个手啊，多比个 pose 啊之类的。它的受限的东西蛮多的。第一个话，你的身高如果不高，那你就要找一个卡位。但是你卡到位置，卡到前排，被车挡住的话，那真的是欲哭无泪。那它的器材也还蛮有限制的，像相机觉得还蛮需要的，而且连拍还够快。我要那个拿 Sony A74， 我本来还用 JPG 加弱档来拍，就我拍完的前一组发现不太行，那个记忆卡的写入速度不够快，完全没有办法连拍下去。我后来就只能用 JPG 档纯拍了。看别人的快门声都是像流水一样，我的话是啊，这个还是差蛮多的。但有拍的话还是蛮不错的，就时间真的比较短，那东西比较受限。那你如果不是为了要拍照的话，你也可以站在比较侧面，他们搞不好也会有一些互动。但侧面的话就比较远。跟你站在正对面，隔着一个车子那种距离是比较远的。当然，你如果只要看真人的话，那你就也不用太早到，你就下播的时候到的话，应该也就 OK 了。快闪店的话，我推荐就是你抢开门的时候去，因为毕竟你韩国来了嘛，那你如果没有买到你想要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很可惜啊，感受不太好的。所以我后来才去了第2次。而且现场买绝对是比台湾用其他方式买还要便宜得多。那如果像是你后来等 Weverse Shop 那边上，那还会加国际运费。我相信如果有去那边大方买的 Piona 们，应该也都知道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多哈。那我就是因为第一次没有买到我想要买的所有东西，所以我后来去了第2次，结果就在那边巧遇了 Surfing 的行程，哇！所以虽然这部分的话，这个的话绝对是我最推荐的，但不是每次都上狗屎运啦，所以我还是把它排在比较后面的部分，就是你还是要去，但是你那个赌行程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运气了。那最后一个话是 SBS， 我觉得说你没抽到的话就不用去了。那它还特别遥远，在高阳站，就是说你如果飞金浦想要去踩个点，就要大概到那边拍个照，再去金浦就好了。因为真的他们房间腹地也不大，所以见面会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啦。好，那最后的话顺道推荐一下，就是我之前在 IG 的 Reels 看到介绍，有一家位于回基的唱片行，相当的便宜哦。那这次去韩国的话，我也去了2次，
它的小卡专辑都很多，还有部分的年历跟一些像写真书、周边等等。就是有些刚回归的特殊专辑可能不会很快到货，像The Seven 专辑都还没有到货。但The Seven 的话，其实很多活动啊，你去客产店买的话也很便宜。然后它跟那个 CU 也有合作，便利超商，你买一张专辑可以抽一张小卡，所以专辑的话买不到你就再去别的地方买就可以了。那边的话，你去买一些小卡或者是比较旧的专辑都 OK。那像 NMIX 的话，这周也是回归啊，NMIX 专辑就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它里面讲中文可以通，那个的话很方便，我是蛮推荐的。那如果你在 Google 上，你可以搜寻直接找 Star Station。这个的话是我看 Google 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所以我直接帮它新增一个。这个点是我新增的啦哈。我为了要把它加到那个我的地图信号，所以我直接把它新增。就这个啦哈，Star Station 是我新增的，嘿，已接受。我基本上直接把他们在 Never Map 的东西直接丢上来。所以打烊消息应该目前都是正确的。对，你直接找这个话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东西了。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在这次首尔12天追星的一些心得。大部分的话都是去缴学费的啦，像是 showcase 没有抽到啊，2头都没抽到，然后公开签售也没有跟到 ，Mnet 的迷你见面会也没有跟到，都还好。有先看到了艾莉的迷你见面会，算是不枉费在那个 ABC 那边，吹风吹了大半天。然后就是在快闪店遇到的 Seven 的行程，真的是追星高光啊！不然这缴学费真的是白缴了。那我这部影片的话，主要就是希望是可以帮助最后想要到时候追星的追星人。那我这次的话都是以 The Seven 本次回归为例子，各自的状况呢还是要用当时的情况为主。像我就不太晓得，像是 JYP 他们的团体的公告的地方在哪里，我自己也找不到。所以，那像 Weverse 公告的这个相关团体的话，你看我影片应该可以像一样画葫芦哈。反正我这个影片经验就是让大家参考一下，喜欢的团体偶像回归的话，你再去套用各种状况。好，那最后就是祝各位，也祝我自己买专辑、小卡都可以抽到自己的本命，演唱会也都抢得到票，来韩追星也都顺利见到本命。好，我是 Sean， 那影片不足之处，那就是跪求大大跟留言区分享，拜托，我也需要这个东西，真的拜托了。那喜欢的话帮我点个喜欢，那有用的话再帮我分享出去吧。也可以分享给想要去韩国追星，或者是有打算有这个计划的朋友。频道订阅的话，也可以帮我订一下。虽然说我的影片啊，就是跟我的兴趣一样，都还蛮杂的。反正你要不要订阅，就看你了。好，那本次的追星的所有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